海军 F-16战机发生坠海事故之后，台空军一架幻影战机周日降落时机体冒烟。一段时间以来，台军事故不断。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反思以武谋独的危害性，反而加大对美军购的力度。据路透社报道，民进党当局已私下向美国拜登政府表达，希望加快新一代 F-16战斗机交付的愿望，并计划购买美国的 M136火山车载机动布雷系统。不过，台湾重要防务刊物《海军学术双月刊》最新一期文章就警告岛内，大陆各项军事优势与日俱增，一旦陷入冲突，所谓台海以及第一岛链全都无法倚重。这篇以鹰击12导弹与大陆超音速导弹发展为主题的论文，发表于台湾《海军学术双月刊》第55卷第6期。论文作者是台湾某海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陈怡成中校和罗振瑜中校。该篇论文的重头戏就是鹰击12导弹。文章称，鹰击12与鹰击18是大陆为满足不同任务需求研制的导弹。鹰击18以潜射为主，鹰击12则有空射、舰载、岸基发射等多种型号。这两款导弹标志着大陆在超音速导弹领域早已今非昔比。文章称，鹰击12导弹具有极高的突防能力，末端速度可达4马赫。同时，这款导弹还拥有优秀的远距离打击能力。西方军事评论家估计，其有效打击距离达400至500公里，而美军航母搭载的最新型12D 预警机有效搜索距离仅321公里。此外，鹰击12还具备高精准度，导弹不仅有着超音速巡航特性，而且有红外线热影像功能。文章称，此项功能在亚音速导弹中是寻常配备，但在超音速导弹领域，其他国家暂未具备类似的红外线追踪能力。台海军期刊文章总结，鹰击12导弹的研制成功，不仅使大陆在导弹研制领域挤进顶尖俱乐部，而且也代表中国大陆在冲压引擎、高速耐热材料、飞行器结构、先进导弹飞行控制系统等方面有极高的技术水准。再加上大陆自主研发的第3代北斗通信卫星系统，近年来发射的天链号、高分号系列观测卫星等，鹰击12导弹对远距离目标的攻击可以说是令对手防不胜防。经过这样一番毫不吝啬的夸赞，文章在结语部分显然已经忧虑重重。两位作者警告称，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各项军事优势与日俱增，台湾海峡早已不是昔日难以跨越的鸿沟屏障。随着解放军海军向蓝水海军发展，所谓第一岛链的限制也似已不存。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台湾海军学术双月刊是台海军专业的学术性期刊，其很大一部分内容在于研究解放军新武器装备、战术战法等。郑继文认为，此次台海军针对鹰击12的专业化研究，反映了台海军对于这款导弹的高度忌惮。其实类似的这种针对解放军的武器，过去以来不只是台海军、台空军、台陆军都进行广泛的研究，而导弹这个部分，过去以来也确实是解放军越来越有优势的一环。我认为这个台海军再度凸显了这个长程高音速甚至超高音速这种反舰导弹或者综合导弹的这样研究，更显示了他们非常重视解放军在这个部分的快速发展已经对他们形成的威胁。时事评论员曹卫东提出，台海军发这篇文章的确暴露出台军的危机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军费。他就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我们没法应对。第一是拦不住，第二呢，就是这个数量，我们恐怕这个舰艇啊，或者是要被打击的目标啊，都可能成为靶子。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实际上呢，我觉得写这篇文章啊，他可能还是有一种就是危机感吧，就是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啊。那可能一方面是向当局要钱啊，去研发这种防御的武器；还有一种呢，就是怎么来完善它的这个防御体系。一段时间以来，岛内都对大陆军事实力保持高度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大陆一贯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一直强调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时常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慑，不断美化自身寻求军事外援的动机。台军方本周证实，将以9镇项目为名，购买美国的 M136火山车载机动布雷系统，预计编列总预算高达49亿元新台币，约合11.2亿元人民币。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车载型火山布雷系统是冷战产物。国际上在签署针对反人员杀伤雷的渥太华条约后，该系统被封存20年，直到2014年乌克兰冲突后，美军才于2017年重新启用。台湾官员表示，九镇项目准备采购的是火山系统的车载版本，计划配套采购的地雷属于反坦克雷，而非人员杀伤雷，因此不抵触相关条约。按照台湾方面的如意算盘，该系统将配备反坦克地雷，用于岸际布雷，执行反登陆作战。也就是说，台湾陆军配备该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付解放军登陆的05式2栖突击车、96式和99式系列主战坦克等装甲车辆。第一点说明这个台当局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认为大陆可能解放军就要登陆了，因为不然的话呢，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布雷车呢？第二点呢，实际上这种观念呢还是二战时候或者冷战时候的观念，因为现在人家完全可以用这种排雷车或者扫雷车在前面前行，就是把你的雷全部给扫除掉，然后后面再跟进，真正起的作用啊，只能是延缓一下对方登陆的这个时间。第三点呢，其实未来的这个战法呀，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啊，就是比如说人家先采取的是斩首行动啊，先把你的这个指挥所给端掉，人家那时候让你下的命令不是让你布雷，可能是让你扫雷。需要指出的是，布雷的后患无穷，残留的地雷甚至可能在数十年后仍将威胁周边居民的生命安全。例如，当年台军为防止解放军登陆，在金门地区先后布设了超过10万颗地雷。时过境迁，如今这些早已超过使用期限的地雷，仍不时造成恐慌，甚至人员伤亡。2020年7月，台湾民众就在金门海滩上就发现2枚美制 M6反坦克地雷。此外，台军引进该系统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指出，火山系统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于90年代服役，早已停产多年。如今台湾就算不惜成本，但是否还能买到新品，甚至有可能重开生产线制造，恐怕都很有疑问。即便台湾军方打算向美军采购库存现货，但已经服役20-30年的装备配套的零件生产商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将令台军极为头痛。人员过于短缺，因此采用这种快速布雷的方式，对于可能有威胁的滩头进行一个快速部署哦。但其实采购这个武器，其实在岛内引发一些争议哦，特别是现在解放军它的登陆的手段其实更为多元。虽然理论上来讲可以在滩头大量快速布雷，但对于直升机这种垂直登陆或者越过海岸的快速穿插登陆，其实还是力有未逮的。而且在台这个陆地部署地雷，尽管它声称是所谓战防雷，到时候操演过了以后，还要派很多人力进行一个排雷，这个是挺麻烦。除了向美国采购布雷系统，民进党当局也加速向美求购战机。据路透社周四报道，美国官员声称，美方正在寻找方法加速向台当局交付新制造的下一代 F-16战斗机，以增强所谓台军战力。报道称，根据一项价值约80亿美元的交易，台当局将接收66架新制造的 F-16CD Block 70战机，届时其将拥有亚洲最大的 F-16战斗机队之一。据该官员介绍，这批飞机目前计划于2026年底交付，届时预计台军的 F-16战斗机，包括较老型号，总数将达到约200架。报道还援引一名台当局高官的话称，台当局已私下向美国拜登政府表达了加快战机交付的愿望。曹卫东认为，不论是加大采购力度，或是升级原有战机，台军的 F-16真正形成的战力都非常有限。第一，在战时它可能没有飞机跑道，它起不来。第二呢，就是你这种飞机不隐身，可能在空战的时候呢，大量的消耗掉，那你消耗掉之后呢，它又没有补充，所以呢，它真正在战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台军前不久一度暂停 F-16战机的作战训练，原因就是一架最近升级的 F-16战机发生坠海事故。美国加快这个飞机的运交，对台空军来讲可以说是麻烦的开始哦。如果真的那么做，因为从近期台空军一架 F-16V 坠毁，那所反映出来的飞行员素质，还有他的飞行员的养成体系，那最重要就是 F-16飞行员不足的问题怎么解决？那近期才在台社会引起广泛的讨论，也因此 F-16快速抵达，我认为只会让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能不能起到一个
快速这个加大台空军战力的作用，我认为恐怕不是飞机快速抵达就可以达成的。一段时间以来，台军事故不断。就在周日，台空军一架幻影战机降落时机体冒烟。此外，本周一，台陆军兰阳指挥部一辆 M60A3 坦克在宜兰街头执行战备演练时，不慎碰撞到停在路边的小轿车，造成该车车尾损坏。车主网上发文称，买个咖啡出来，车子就被坦克撞了。而岛内网友更是直接吐槽台军坦克兵技术太烂。民进党执政以来，军事花销直线飙升，对美军购品类更是鱼龙混杂。有媒体总结，美国对台军售的特征：出售的武器不是高龄就是过气，价格更是高的离谱。我们的配备比起中国大陆还是差距有一段。如何让我们的配备能够更加的精良，能够拿到 F-16更好的，譬如说 F-35类似这样子的战机，不能只是永远靠人家不要旧的或者比较旧期的装备。不是跟我们那么好吗？为什么不卖给我们呢？台当局为何总是心甘情愿当冤大头？有观察指出，相比构筑有效的防御能力，民进党当局似乎更在意如何用更快捷、更直接的方式将庞大的军事预算花出去，以博取美国方面的欢心。台军采购回来的武器装备究竟能发挥多少价值，原本就是无人关心的话题。民进党当局已沦为外部势力在台代理人，以武谋独之心不死，谋独挑衅动作不断，只会将台湾社会推向灾难深渊。购买再多武器，也无法改变台独终将灭亡的结局，只能说明台当局的这种无能。而且呢，这个以武拒统啊，就是挟洋自重的这种就是办法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立陶宛近期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中立关系急剧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让立陶宛难以喘息。本国企业接连受到重创，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外商也不堪重负，呼吁立陶宛政府尽快修复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眼见立陶宛政府被各方施压，台当局赶紧撒钱示好。在海上漂流许久的立陶宛朗姆酒日前已抵达基隆港，公布的价格竟是大陆电商的5倍。除了买酒，蔡英文为了维持所谓友邦关系，还大量进口危地马拉的咖啡，让岛内民众怒气值拉满。继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就政府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公开道歉后，立陶宛前总理绍柳斯·斯克维尔内利斯也痛批立陶宛新政府的行为，说明执政者无视国家经济利益。如果是由他来掌权，一开始就不会允许出现搞僵对华关系这种情况。斯克维尔内利斯还透露，当地时间周3召开的一场关于与中国关系的会议上，大多数企业代表预测设立台湾代表处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此前，立陶宛计划给受到重创的企业设立1.3亿欧元的贷款基金。不过，斯克维尔内利斯认为，已经失去中国市场的企业没有替代市场，而经济与创新部承诺的援助措施并不会帮到蒙受损失的企业。事实上，立陶宛本土的企业和部分德国企业已经等不及了。政府的鲁莽行为让他们的损失与日俱增，其中德国汽车企业受影响最大。俄媒的报道披露，近日这些不堪重负的企业表示，如果立陶宛无法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他们就计划结束在立陶宛的业务，转而去其他国家发展。据报道，全球知名的大型德国生物燃料商的总经理表示，因为立陶宛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导致他们在立陶宛的业务丢失了中国市场，其中中国市场占据了15%的销量。这一损失让他们必须将业务转移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位企业家也表示，因为失去了中国市场，立陶宛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拥有全球市场的欧盟国家。全球的产业链是密不可分的，而中国这是全球产业链里边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一股力量。那么，如果立陶宛选择与中国交恶，就将会让它在整个国际的产业链体系里边无所适从，是比它眼前所能跟台湾去进行这种小打小闹的这种政治交易，或者说与美国投诚所换来一些补助等等，都是无法去替代和比拟的损失。被不断施压的立陶宛政府确实也制定出了缓和方案，不过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提交的具体方案可以说是可笑至极。这位一向积极的反华人士依旧不知悔改。方案竟称，他们正在搜集中国对立陶宛采取非法手段的证据，并且会上交给欧洲和世贸组织。兰茨贝尔吉斯自信地认为，欧洲会帮助立陶宛处理好此事。此外，他还强硬表示不会在台湾代表处一事上进行退让。
一心访华的兰茨贝尔吉斯显然很傻很天真。据英国媒体报道，不仅有美国议员私下建议立陶宛让他们给代表处改名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连立陶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欧盟也没有要为他火中取栗的意思。眼见立陶宛政府被各方施压，最怕他改主意的是台湾民进党当局。为了维系与立陶宛的所谓关系，民进党当局除了此前给立陶宛提供的2亿美元援助以外，再撒币10亿美金与立陶宛开发合作项目，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而此前被大陆退回转而被台湾收购的立陶宛沃夫朗朗姆酒终于在本周到达基隆港，被台湾财政部门100%持股的台湾烟酒公司一次性买下。周六，这批立陶宛沃夫朗朗姆酒的价格公布之后，再度点燃岛内民众的怒气。一模一样的700毫升规格，在大陆电商平台上售价仅为31元，但台湾烟酒公司却要卖600新台币，折合人民币137元。台湾烟酒公司董事长丁彦哲介绍，这批朗姆酒最快在大年初1开始销售，首批共6000瓶。针对该酒高昂的售卖价格，丁彦哲称，蔡英文当局多个部门以及民进党所谓创党地圆山饭店已经大规模预定。此前，在这批酒还没到货时，台当局就多次为其站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林楚茵更是鲜媚地称，这批朗姆酒是所谓民主的味道。台当局相关部门甚至在官方平台分享朗姆酒入菜的多种做法，并呼吁民众如果在市面上看到立陶宛朗姆酒，一起用新台币帮忙下架。罔顾民众福祉的赤裸裸收买行为，加上多次轮番轰炸，令台湾民众身心疲惫。有人曾嘲讽，现在喝酒也得喝政治酒吗？不管我们看是美国人也好，还是日方也好，还是像立陶宛这样的小国也好，都在与台湾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常精准地拿捏到民进党当局这个心态，它的软肋啊，知道他会为谋独，为了去拉拢西方的介入，去为他们的这种高昂的政策溢价去买单。所以我们看立陶宛这样的国家，虽然看起来它政治上非常的盲动，但是在这种小节上它算计得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看眼前的这种蝇头小利啊，它必须要为自己长远的这样一个执政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的发展去考量。那么立国将来一定会在这个方面是有所转向，而把当前的这样一个民进党当局抛在脑后。蔡英文上台以来，所谓友邦一个接一个丢掉，不仅不反思根本原因，反而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变本加厉地大搞所谓金元外交。继为所谓友邦危地马拉对美游说费用买单之后，台当局又准备大肆进口该国咖啡，成为名副其实的提款机。危地马拉驻台商务参事处周六正式揭牌，有绿营人士称，这是为稳固台瓜邦交与经贸关系的关键之举。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也鼓吹，危地马拉在台开设商务参事处是双方关系紧密的明证，更是台瓜互动的里程碑。不过，广大台湾民众则听懂了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布罗洛视频致辞时的潜台词。他称，选择台湾设立商参处绝非偶然。危地马拉咖啡以高质量和独特性闻名全球，是明星出口商品，也广受台湾消费者喜爱。有岛内网友为此讽刺危地马拉又来要钱了。值得注意的是，台外事部门2022年的支出预算多达几百亿新台币。对此，有台媒指出，这还只是账面上的，大量的钱走的是灰色通道。如果台当局能够把这些对外援助、向美国交保护费的钱发给台湾老百姓，每人每年至少可以领到2万新台币。如果省下无谓的收买成本，这些钱也足够把总是出安全事故的台湾铁路系统整个升级换代，足够翻修台湾老旧的水利基础设施，缓解缺水困境。但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在岛内制造了一个疯狂的政治黑洞，疯狂地蚕食着台湾老百姓的一切。一个中国是大势所趋，即便是台湾现在仅存的这些邦交国，他们与台湾维持现行的关系，或者说台湾通过金元外交去收买到他们的这些所谓的邦谊，本质上并不是维系了这些国家的一个长远的利益，而只是维系了这些国家执政的这部分政治集团与民进党当局之间这种私人之间的私利。随着世界政治或者说各国政治的这种演进，自下而上的一定会有推力，要求这些国家政府去奉行一种对于自己国家更长远有利的战略上的一种决策。所以这些国家今后选择与中国大陆建交合作，它是一个必然的。所以说，台湾的邦交国是必然清零，这是一个历史命题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好，相关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
2位中校在台海军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从解放军这些年陆续装备的鹰击1-2反舰导弹展开论述，承认所谓第一岛链限制不复存在，引起舆论关注。那吴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据我个人观察，台军对解放军的研究呈现出几个特点。首先是盲人摸象，缺乏对大陆整体军事实力的宏观认识，尤其对解放军这些年越发成熟的体系化多兵种合成作战能力缺乏认识。其次是容易陷入唯武器论的窠臼，喜欢围绕某款所谓明星武器、明星装备大谈所谓大陆军事威胁。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两岸共同朝着和平统一的宏愿相向而行，这些武器再凶狠也不会冲着台湾而去。如果天天叫嚣所谓以武拒统，那么解放军随便一样技术兵器都能让他们喝一壶，件件都是大杀器。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啊，已经不是靠几篇数豆子式的所谓论文就能讲明白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篇论文引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所谓第一岛链的限制已经不复存在了，台湾海峡早已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屏障。这是大实话，放10几年前也早就成立了，只是这一回从台军的口中说出来，多少有些战略焦虑的意思。我们也要清楚啊，台军这番话是讲给谁听的？在我看来，听众有3，首先是民进党执政当局。台军的技术兵器已经无法阻挡解放军的钢铁洪流。其次是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这依然是所谓假设对面明天武统的那套恐吓的说辞。再者啊，就是说给美国当局听的了。所谓第一岛链是为了困住谁，美国人心知肚明嘛。现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发话了，说自己出现了技能焦虑，咋办呢？是啊，咋办呢？蔡英文多拨款，台湾民众多纳税，还是美国政府多卖武器，能解决问题吗？老实说，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这句话往这一放，台独分子只要胆敢越雷池一步，谁也捞不了他们。和蔡当局勾连的立陶宛政府现在深陷困境，前总理猛批县政府对华政策，强调我掌权，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那您对此又有何评论呢？这位立陶宛前总理有句话还是说到点子上的，那就是立陶宛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对外国投资者和当地投资者来说不稳定的国家，对立陶宛的任何投资都不再具有吸引力。这句话很准确地描述了立陶宛得罪北京当局的直接后果，那就是立陶宛本届政府在政治上的投机，直接导致了本国遭到了国际投资者的唾弃，正在被排除在这个国际供应链之外。因为就算立陶宛本身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并不热络，但不代表那些在立陶宛国内投资设厂的投资者不看重中国市场。什么叫因小失大？什么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立陶宛本届政府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负面的示范。立陶宛新政府显然赌输了，他们的政治投机并未让他们成为所谓欧盟里的英雄，反而因为与美国走得过近，过早地暴露了拉欧盟下水的意图，让那些原本想帮腔的欧盟邻居多了一丝顾虑。明眼人已经看出，这可能不是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更像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立陶宛这是那个祸水东引的闯祸者。老实说，立陶宛县政府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们当然意识到自己的投机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但脆弱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们承认错误。现阶段的一系列表态更像是顾左右而言他，寄希望于美国与欧盟能拉一把。这就是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倒是清醒许多，他很早就指出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但仅仅认识到错误是不够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立陶宛如果真的有意改善当前的局面，应该向中方展示出诚意，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美俄军事斗法不断升级。就在美俄外长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谈后不到1天，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首批90吨军事物资就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不仅如此，美俄更是前后脚官宣即将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
但就在美国拉紧北约盟友为乌克兰撑腰时，德国海军司令在印度一个闭门会议上的发言却引发轩然大波。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值得尊敬，且乌克兰永远无法从莫斯科手中拿回克里米亚，这让乌克兰方面伤透了心。就在俄罗斯宣布将在未来数周动员超过60架飞机、140艘军舰和1万名兵力，分别于大西洋、北极、太平洋和地中海举行全方位海上演习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也宣布，下周一开始的代号海王星打击22海上演习将持续至2月4日，意在展现北约整合航舰打击群的高端海上打击能力，凸显北约吓阻和防御的能力。尽管科比表示，这场演习的筹备工作自2020年就开始，与当前的乌克兰局势毫无关联，但实际上，这场演习并没有出现在北约去年12月14日公布在网站上的2022年排定演习清单中。就在美国宣布军演消息后不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北约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盟国。美国航母参与军演，强烈显示出跨大西洋的团结。外界注意到，此次海王星打击22演习的主力正是自去年12月就部署在地中海的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该航母打击群除了杜鲁门号航母外，还包括圣哈辛托号巡洋舰、科尔号、班布里奇号、格里夫利号、贾森登纳姆号导弹驱逐舰。此外，挪威海军弗里乔夫南森号护卫舰也与美航母打击群同行。按原定计划，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原本应在去年12月底穿行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配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的行动。但美国防长奥斯汀却下令航母打击群驻留地中海地区。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航母打击群形成的变化反映出美国军事力量在欧洲持续存在的必要性，也是让美国盟友和伙伴相信美方会履行集体防御承诺。除了海王星打击22演习外，3月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还将前往挪威海参与3月开始的代号为寒冷回应2022的演习。据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处发布的公告称，28个国家的3.5万名军人和美国航母将参与到这场极地演习中，这是美国与北约的最大规模极地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表示，目前来看，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随着美俄多场会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通过制裁等方式来回避俄罗斯的正面要求，这也就加剧了俄罗斯被迫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迫切性。还有一个就是更根本的原因呢，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美国和北约不但没有在这个东线增加军力部署，反而实际上我看美国还削减了他在欧洲的驻军，而这个俄罗斯在这个2014年之后，他这个加速这个自己的军改的步伐，提升了这个自身的这种这个武器的现代化水平，改进了军队的编制，使得这个俄罗斯军队现在应对这种突发的快速的这种小规模冲突的能力大大提升。因此呢，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整个东欧地区呢，实际上这个常规军力的天平是完全倾向于俄罗斯那一边。长远来看，其实这种军力的失衡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战争的可能性会增加。除了大搞军事演习秀肌肉，北约多个成员国也相继真枪实弹为乌克兰撑腰。乌克兰军方周六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首批90吨军事物资已经抵达乌首都基辅。这批物资是华盛顿去年12月批准的2亿美元军事援助项目的第一批，包括小型武器、弹药、加密无线电设备、医疗设备和各种零部件。另外还有一些杀伤性武器，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和反装甲炮以及重机枪等。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加快授权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乌克兰转交的防御设备。据悉，爱沙尼亚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另外2国则将运送防空导弹和其他设备。而包括英国、法国、丹麦、土耳其、西班牙在内的多国都已经或正考虑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军舰、战斗机等。目前来说呢，这个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一系列武器中，其实主要就是纯粹的这种单兵防御性的武器，它是无法改变这个战场上的这种俄乌双方的军力对比的。
是这个杯水车薪的，更多的还是为表达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态度。不过，德国似乎不想直接卷入这场行动中。《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德国方面拒绝签发爱沙尼亚向乌克兰提供德产武器的许可证。德方担心这样做可能会使乌克兰局势更加紧张，谈判更加困难。德国总理舒尔茨本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近年来德国不支持出口致命性武器。此后一天，德国防部长布雷希特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呼吸机等医疗设备，联邦国防军医院也接收了重伤的乌克兰士兵。2月，德国还会向乌克兰移交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并提供必要培训。但强调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是联邦政府的共识。而让乌克兰心寒的还不只是德国在提供武器上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日前，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中将在访问印度的一场闭门会议中表示，俄罗斯和西方同属于基督教文明，因此德国应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默许俄罗斯的做法，并联合俄罗斯一同抵抗日益崛起的中国。在后续讲话中，舍恩巴赫还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做法是在对西方施压以换取尊重，而克里米亚半岛已经失去且不会再拿回来了。但令舍恩巴赫没想到的是，他的此番言论却被参会者暗中录下，并于本周五发布到了网上。这种直接否定了此前德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官方立场的言论，很快受到了包括乌克兰领导人在内的多国政要的猛烈抨击。多方压力之下，舍恩巴赫于周六晚宣布辞职。德国国防部也在他辞职之前就对其言论公开进行批评，强调这并不是德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在德国军界，舍恩巴赫一直因其军事素养和履历平步青云，并在去年3月被任命海军司令一职。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对华问题上盲从美国的指挥棒，自上任以来就常常不顾德国的国家利益和实力，拼命放狠话。比如，他曾声称中国海军军力的爆炸性扩张令人担忧，每4年就扩增一支法国海军的军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直斥言过其实，表示担忧更是大可不必。此外，舍恩巴赫还叫嚣要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多次对外宣示未来德国会有更多针对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比如派遣更多的舰船和飞机等。有观察指，担任德国海军司令不满1年就被迫辞职。舍恩巴赫此次翻车可以说是给德国的对华强硬派上了一课。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美军杜鲁门航母战斗群明天也将会同多国在地中海军演。那您认为俄乌边境危机能缓和吗？童迪你好，你的观察呢很敏锐，已经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呢不是缓和了，而是在加剧紧张。这里呢有2个重要的迹象：一是美俄都为在战争做准备；二是美国呢准备撤回外交人员家属。这就是开战前的最后一个动作。现在美国给乌克兰加紧运输战备物资和武器弹药，包括这个战斗直升机、反坦克导弹等等。而俄罗斯呢，也在继续向边境调动部队和后勤补给，以军演名义向白俄罗斯呢调动了大量的作战部队和武器。美俄外交陷于僵局以后，双方呢都没有这个丝毫的善意，相反呢都在加码。美国和北约虽说是要这个书面回答莫斯科提出的要求，但是结果呢，可想而知，不会答应这个莫斯科要求的北约停止东扩和不接纳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国的。因此呢，莫斯科指责美国和北约呢不好好完成布置的作业，反而针对俄罗斯呢发动了一波有毒的攻击，指责俄罗斯呢是侵略者，是欧洲文明的敌人，是国际稳定这个构成了威胁。这呢就意味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拜登总统呢不小心说出真话以后，也就是美国可能容忍俄罗斯发动小规模攻击，俄罗斯呢似乎已经知道了美国的底牌，所以现在肯定在权衡将来的经济制裁究竟对俄罗斯有多大的影响。美国呢也可能相信莫斯科会发动进攻，一方面呢在给乌克兰加强军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开始准备退路，要把在乌克兰的外交人员的家属撤回美国，这是撤退乌克兰的第一步。如果呢
这个美国的外交人员都开始撤退，那么离战争呢就不远了。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俄罗斯和北约呢都公布了军演计划。俄罗斯计划呢，在未来的几周，在地中海、大西洋和欧洲北海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超过140艘军舰、60架飞机和超过1万名官兵呢将参加军演。这个演习呢要持续到2月底，也许不能排除这个军演呢就会变成欧洲战争的一部分。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访伊期间私下议论中国的狠话被曝光，那他也被迫辞职。您怎么看他所谓用尊重俄罗斯来换取西方共同对抗中国的狂妄论调？德国海军司令的论调，我也呢在海外媒体上看到其他人这么说过。当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而杠上以后，有一种观点呢就认为，美国在领导西方全力遏制中国。如果美俄不能够尽快的解决冲突，就会把美国拉回到欧洲问题上，俄罗斯呢就会回到美国和北约的第一大对手位置上。那么相应的呢，就缓解了对中国的压力，阻止中国崛起的战略可能失败，中国呢也可能趁势收复台湾。因此呢，美国和北约可以给俄罗斯呢一些这个尊严，满足俄罗斯的一些要求，从而呢尽快的结束乌俄边境危机，把美西方的注意力和关注点呢转向东方，在印太战略上下功夫。美国满足了俄罗斯的部分要求，那么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俄罗斯，可能呢与美西方一道制约中国，起码呢可以打破中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格局，不会出现西方同时面对中俄2个大国的制约。美国总统拜登呢所谓的俄罗斯小规模进攻要付出的代价小，也被一些人解读为是牺牲乌克兰利益的前奏。德国海军司令的论调呢就是这种主张的另类表达，不仅盲目的跟着美国瞎嚷嚷，而且不顾德国的国家利益对中国放狠话，甚至呢用文明冲突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用带有种族偏见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中国。德国海军司令的论调呢，之所以也引起了这个乌克兰领导人的抨击，就在于美国和北约可能会牺牲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容忍俄罗斯呢占有克里米亚半岛，甚至觊觎乌克兰东部地区，这呢是一种非主流观点。那么德国海军司令呢也已被迫辞职，就说明呢他的狠话不被各方接受。但是美西方呢试图联手俄罗斯来制约中国的这种贼心还是没有死，中国呢需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六，首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多来，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巨大成就。目前，中国已经与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外界还注意到，美欧纷纷模仿中国，先后推出自己的基建计划。对此，有海外学者表示，这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最好的褒奖。周六，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院等16家研究机构联合发起的首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在京召开。40多家研究机构负责人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人员约150人线上线下与会。这次论坛也被视为是多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一场“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的倡议，为世界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探索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实践平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自此，“一带一路”倡议迎风生长，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委会成员林毅夫教授在论坛上做主旨报告。
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反映出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它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援助、捐助的方式，瞄准的是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是可持续的，也是真正能为世界发展注入动力的倡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是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然后呢，来实现政策国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